爱多者则法不立，为寡者则下亲上。是以刑罚不避，则禁令不行。这句话是韩非子给所有君主的第2堂课。作为君主，你的仁慈越多，法度越废；威严越少，臣子也就越狂。只要惩罚存在侥幸逃脱的可能，法律防线就会崩塌。在权力的世界里，仁慈是法治毒药。董鄂于担任赵国上帝郡守，走在山中，看到深涧峭壁如墙，深达100仞。他问当地人：“曾有人进去过吗？”说：“没有。”董鄂于慨然长叹：“我找到治理的方法了。假设犯法绝不宽赦，像入监一样必死，就没人敢犯法了。”韩非子要的不是严，是必。入监必死，犯法必罚。他用这个深渊在每个人脑子里刻下本能：别是是就是死。子产临终对游击说：“我死后你必执政。火看起来厉害，所以人很少被灼伤；水看起来很柔弱，但人却常被淹死。你一定要用严厉的手段治理郑国，别让百姓沉溺于你软弱之中。”子产死后，游击不听教诲，不忍用严厉的手段治理郑国，结果郑国年轻人结伙作乱，游击率兵平叛，一日一夜才平定。游击叹息：“我若早听子产教诲，就不会有这个结局了。”子产原话记录在《左传·昭公20年》，有3层意思。第1层，宽政是治理的最高理想；第2层，猛政是中间的工具；第3层，懦政是陷阱。但韩非子把《左传》里最高的理想宽政删掉，只留水火对立。接着利用游击这个失败的案例，消掉了水这一元，以此来确立剩下唯一的像火一样严酷的法家模式。鲁哀公问孔子：“春秋记载，冬12月霜降，却没冻死豆子，为何记着是？”孔子说：“该杀不杀，逃离冬天结果。上天失了天道，草木都会侵犯，何况人君？”韩非子的版本是孔子的2条原文剪辑拼凑出来的。他把定公年间的书豆换到了西公年，把孔子的梅子换成桃子。因为在其他的篇章，韩非子编了一个半熟雪桃的故事来黑孔子。对春秋经文科学的解释：西公33年那一年是暖冬，平均温度严重偏高，冻不死田里的豆子，导致桃树李树在秋天萌芽开花，冬天结出果实。相反的，定公元年那一年是寒冬，10月份就冻死了田里的豆子。韩非子剪辑的目的，韩非子不关心植物和温度的科学解释，他只是利用这个案例故事想说明一个道理：该杀不杀，就连桃李都会违反天道，何况是君主？君主不杀伐其下，下必亲上，利用天道给君主进行道德松绑。殷朝的法律规定，弃挥于道者断其手。子贡说：“弃挥罪轻，断手罚重。古人怎么这么残暴？”孔子说：“倾倒的灰尘会遮人眼，遮眼会怒，怒则斗，斗则3族相残。这是灭族之道，因此施重刑是可以的，让人们做他们很容易就做到的小事，比如不要倒灰，从而可以避免断手重刑。这就是治之道啊！”商鞅的法典规定，重罚轻罪，重罪是人们不敢触犯的，而轻罪小过却是人们容易改正的。商鞅说，通过了重罚轻罪，让百姓去掉轻罪而不去触碰重罪，这才是治之道。小过不生，大罪就更不会有。韩非子在论述治之道时，他先让孔子站在个体的趋利避害角度说重罚轻罪是治之道，又让商鞅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再解释一遍。韩非子拉出来儒家法家2位宗师一起来为重罚代言背书。令人不解的是，为什么韩非子要在2位宗师之间还插入了下面这个小故事？中山的相国岳池率领使团出使赵国，他挑选了一位聪明又机智门客来担任车队的领队，半道上车队就乱了套。岳池问领队：“我以为你有智谋才让你当领队，为什么车队乱成这样？”门客回答说：“看样子您不懂治之道，有威严足以服人，有利赏足以劝人，因此操行赏2柄足以节制车队。但是我从下管理上以卑贱管理显贵，而又没有掌握行赏2柄，这就是为什么车队会乱。请试着让我掌握着行赏2柄，亲近我的人，我能封他们当卿相；不亲近我的人，我能砍了他的头。还有什么理由治不好这个车队？”韩非子把车队的治乱的原因归因到了不掌握行赏2柄，但《商君书说明篇》关于乱有另外一种解释：重罚重罪，轻罚轻罪，罚罪相等才是治乱的原因。我们好像看到了韩非子改编文本时留下来的痕迹。
他接受商鞅的重罚轻罪的结论，但不赞同商君对乱的归因。他联系前文允霜的天道、子产的水火之道、孔子和商君治之道，在这里虚构了这个车队中道而乱的小故事。这就是韩非子的改编路径。我留下来的加密的文本，居然被你们破解了。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轻罪重罚和刑赏二柄，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刑和赏的边界在哪里。楚国南方的溧水这个地方出产黄金，许多人偷采。禁令规定，被抓到的偷采者要在闹市被处以肢解极刑。被杀的人多到堵塞了河流，但偷采的状况依然禁止不住。没有比被肢解更严酷的刑罚了，但依然不能禁止有人犯法偷采，那是因为有概率二字。犯法了，不一定会被抓到。假设说，现在把整个天下都给你，但是要杀你头，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，因为知道必死，所以只要有概率存在，再严苛的极刑也没用。只要确定必死，天大的利益也没人敢动。这就是刑法的边界和漏洞。鲁国人焚烧沼泽地，北风急吹，火势向南逼近国都。鲁哀公非常害怕，亲自带领民众去救火，可是左右没人去救火，人都去追逐受惊逃出的野兽。哀公问孔子，孔子说，追野兽不仅开心，而且不会受到处罚，救火不仅辛苦，且没有奖赏，因此没有人去救火。哀公说，好吧，刑赏吧。孔子说，火情紧急，赏不过来，况且一国禁赏的话，国库也支撑不了这么多的赏赐，请改指用刑罚。哀公说，好吧。于是孔子下令，不救火的人比照临阵脱逃论罪，追受者比照闯入禁地论罪。令下，令还没传遍全国，火已经被扑灭了。通过溧水金部手和积泽火不救这两个案例，得出了两个结论：一是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有多重，而在于有多弊；二是在有了弊之后，罚的效果要大于赏。同时，溧水和积火再次呼应了前面子产教有己理的水火之道，可见韩非子的案例绝不是随意堆砌的，这分明是一个用心设计、逻辑结构严谨的文本。到这里，韩非子已经完成对必罚的理论的建构和边界的测试。下面他开始用锻造出来的武器去爆破儒家的人和词。承欢对齐王说，大王您太仁慈了。齐王说，这不是好名声吗？承欢回答说，对臣子是好事，对君主不是。您对薛公太好，大臣寒心；对宗室太纵容，公族犯法。政乱兵弱，这是亡国之本。魏惠王说，外面的人怎么评价我的名声？卜皮说，都夸您仁慈大方。魏惠王欣喜地说，那我的功绩呢？卜皮说，您的功绩大到快亡国了。魏惠王大惊地问，仁慈大方怎么会亡国？回答说，太仁慈，有错的人不惩罚；太大方，没功的人也赏赐。赏罚不明，国家怎能不亡？齐王多人，导致内乱外弱，亡国之本；魏王多辞，导致赏罚不明，亡国之本。韩非子用法家的内外和赏罚的卡尺标准去检验儒家的仁慈，得出了仁慈亡国结论。接着，韩非子在仁慈的高度之上，进一步的向上跳跃升维。仁和慈同属于民生，民和利是人的两个驱动力。我们看下个案例，他怎么说？齐国流尽后葬，布匹都耗费制作寿衣上，木材都耗费在制作棺椁上。齐桓公很忧虑，召集管仲询问对策。管仲说，人做事不是图名就是图利。于是下令，棺椁超过标准的，执行鞭尸的处罚，并给办丧事的人定罪。鞭尸让死者名声扫地，定罪更是毫无利益可言。其人还有什么动力继续厚葬？魏国有个罪犯逃亡到别的国家，魏国国君想用金币赎回囚犯，对方不答应。最后国君用一座城池的代价换回了这个罪犯。群臣不明白国君为什么这么做。国君说，刑罚如果不能100%彻底的贯彻执行的话，那将是对法律的最大的践踏。即使是用10个城池去换回这个必罚，也是值得的。韩非子用管仲断死人的案例剥除名利，用魏军买罪犯的案例维护和实践必罚。至此，12个案例已经全部解读完毕。最后一个案例重新回到必罚2字，
首尾呼应，完美的结构。12个案例，我们一路走完。从10亿的深渊开始，韩非子告诉我们，七术的第2课不是仁慈，是必罚。他用游击的结局告诉我们，温柔的水是陷阱，严厉的火是生路。他用春秋的陨霜告诉我们，杀伐是天道的收割，不是君主的残忍。他用契会和领队告诉我们，轻罪重罚的背后是对刑少2柄的绝对掌控。他用利水和救火告诉我们，刑罚的关键不是重罚，是必罚，罚的效率永远高于赏。他用承欢和补皮告诉我们，仁和慈是臣子的美德，是君主的毒药。最后，他用管仲的陆师和魏司公的城池告诉我们，剥去名利，践行必罚。这就是韩非子的世界，没有道德的温情，没有侥幸，只有法，只有必罚，只有逻辑的理性，只有无尽冰冷黑暗的深渊。但是当我们从黑暗的深渊爬出来之后，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我想说的是，真实的世界既不是韩非子所处的那个深渊，也不是充满阳光的天堂。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，它是一枚硬币。当你凝视深渊时，你就背对着阳光；当你仰望阳光时，你就背对着深渊。你永远无法同时看到硬币的两面，但你知道它一直都在，两面一体，不可分割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深渊的尽头是旋转，是视角的转换，是看见另一面的勇气。